几名渔夫直接从船上陆陆续续的往海里跳。他们是当地出了名的捕鱼高手，用大量的椰子叶绑在一起，制作出巨大的捕鱼陷阱。1天后，陷阱里面就已经聚集了大量的海鲜，一次收网就能捕捞到几吨重的渔获。今天他们一早就来到海里，将早已做好的巨大椰子叶捕鱼陷阱直接放到海里，用轮胎做成2个巨大的球体，里面用袋子装的都是沙子和石头，目的是将椰子叶沉入海里，将绑在椰子叶的绳索绑在球体上。船上的渔民继续将椰子叶放入海里，在绳子的末端绑上一根长长的竹竿作为标记，方便寻找。然后将巨大的球体推入海中，椰子叶会顺着球体沉入海底，行驶一段距离后，将另外一个球体也推入深海。竹竿的末端绑上布条，方便寻找。第2天，他们开着船，用渔网将陷阱团团围起来。几位年轻力壮的渔民直接往陷阱中央里面跳。船上的渔民会将渔网抛向海中，而海中作业也是一件危险的工作，随时都会面临生命危险。渔网围绕着中央陷阱下网，收网之前会将陷阱里的竹竿拿掉，来到另外一个陷阱继续下网。渔船会围绕着陷阱中央不断的下网，船上的年轻小伙会往网中央里跳。他们潜水的目的是将陷阱里面的鱼赶出来，同时会解开竹竿之上的绳索。为了不妨碍到收网，必须将竹竿收回。可以看出陷阱里面的鱼被赶出来还是挺多的。在海底长时间作业，必须要靠着一根氧气导管才能维持正常呼吸。他们利用椰子叶为鱼群提供庇护所，只有在海边长大的渔民才会想出这种捕鱼方法。将椰子叶里的鱼群赶出来后，他们就开始将渔网的底部收紧。在海底作业比在船上作业要危险很多，而且他们消耗的体力也是非常大的。收渔网的时候，必须将渔网越过椰子叶陷阱，这也是为了保证渔网里面全部都是鱼。从渔民的经验告诉我们，他们已经不止一次用这种方法捕鱼了。收网的时候必须小心自己的手脚不被渔网缠住，所以他们下水之前都会在脚上绑上一把小刀。经过几十分钟后，整个渔网的底部已经用绳索收紧了，网里面的鱼基本都是小鱼。从网格的网眼来看，这渔网绝对是绝户网。船上的人开始从两边将绳索拉回来。收网不仅用到了体力，还用到了现代的机器设备。巨大的收网设备为他们大大的节约了体力。沉重的渔网和鱼漂在滚动轮里不断的被收回。现代的机器设备不仅为节省力气，而且为他们提高了收网的效率。收回来的渔网在船上将它摆放整齐，从这个小船就知道是越南的簸箕船，大家就很清楚他们是那里的渔民。随着渔网的收紧，里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鱼，从海底去看，整个渔网都充满了鱼，这可以说是妥妥的绝户网。不断的将渔网收回，上百万条小鱼困在渔网内，他们开始用大网兜将鱼捞起来。密密麻麻的小鱼直接倒入船舱，为了保持鱼的新鲜度，将麻袋里的冰块一同倒入船舱，在船舱内挑选出了几条大鱿鱼，这一大网兜目测应该有100-200斤左右。同时他们会将不同的鱼进行分类，不知大家是否见过这种鱼？这种鱼在我们海域也是非常常见，叫做扒皮鱼。这位老渔民见到收获到几条大鱼，脸上也露出了笑容。捞回来的鱼都会进行挑选，不知道他们捞了多少次网兜，每次捞上来都是满满的一大兜。每收获一网兜的鱼都会用网隔离起来，同时将一大袋冰块倒入船舱，收上来的绳索会进行摆放整齐，为下一次出海捕鱼做准备。剩下的鱼不是很多，7-8个人将剩余的鱼直接抬了起来，将其放入船舱，他们一次就能收获到几吨的渔获。这次的收获也不少，他们继续将第二个渔网陷阱收回，又是一大网兜小鱼。船舱里面已经布满了大大小小的鱼儿，为了疏通船舱里面的小鱼，小哥直接穿白靴子就往船舱里面钻，拿着20兄的铁耙子将鱼爬进里面，里面还有一大堆冰块是用来保鲜这些鱼。大量的小鱼还在里面不停的活蹦乱跳。虽然这些鱼都是大自然的馈赠，但是这些鱼也太小了。他们继续将一大网兜的鱼倒入船舱，掉到甲板上的鱼，他们都会一一把它捡起来。最后他们将剩余的鱼直接抬到甲板上倒入船舱，密密麻麻的小鱼让人眼花缭乱。甲板上挑出了一条鱿鱼，还有几十条扒皮鱼。看这位老兄能获得这么大的扒皮鱼，内心也非常开心。从他们的笑声就能听出他们对这次的收获是十分满意的。腿上绑着小刀是赶海人必备的，也是对自己生命的尊重。现在他们要忙碌的是将鱼进行分类，大获全收，便开始开着船回去。现在他们要将这些收获到的鱼交给商家。正在这时，一艘渔船正向他们的船只靠拢，这是商家派来的船只，他们将2艘船绑在一起，方便搬运。不一会儿，将装好的鱼搬到商家的船上。船舱下面的人还不断的进行挑选，可以看到船舱里面的鱼已经少了很多，而这个商家要的鱼是比较小的，剩下来的鱼只能拿到岸上卖。岸边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鱼，
渔民会将这些鱼进行分类，分类好的鱼会卖给商贩。这些买家大多数都是酒店或者饭店的买家，只有少部分是鱼贩子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让世界更精彩。